新加坡时间2025年7月21日周一晚间的6点30分，比特币价格在118500美元，而以太坊的价格不像比特币冲上历史高点之后就进行回调，它是持续的往上冲。到底这一波势头只是以太坊甚至山寨币的盛宴刚开始，还是诸多利好的信息已经没了？今天我们整理出来这些币圈的焦点，一定会对你了解现有状况有很重要的帮助。首先，第一个，比特币未来走势，以及现在到底是别人贪婪我恐慌的时机，还是山寨季的刚刚开始。第二个重点是以太坊这么疯狂，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比特币突破历史新高之后呢，仍然在高位震荡，目前正在走一个非常标准的牛旗形态。牛旗形态的话是牛市看涨的一个关键形态，特别是跟之前上涨接近4万的大牛旗形态的底部非常相似。都是属于第一阶段的横盘震荡，那这种横盘震荡往往都是主力资金在悄悄吸筹，散户逐渐麻木的一个过程。虽然短期内价格震荡，但一旦选择方向，爆发力将会远超预期。那这次横盘是否正在蓄力冲顶呢？主力又在这种高位横盘过程中在做些什么？今日比特币在冲顶过程中，最高价格来到119720，随后跌幅回调。那这里跌幅的主要原因呢，是长期投资者的抛售。这里的抛售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这段时间比特币价格大幅上涨，后续上涨的阻力基本全部来自于前面投资者的获利了结。而长期投资者呢，之前大幅度购买的地方，基本上是这一段涨幅的最低点了。随着长线投资者的抛售，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价格也是短期之内出现了冲高之后的回落。本次的量能呢，这里的抛售量其实是不小的，但后续的价格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稳住了的，说明长线投资者在这里的巨大抛压，最终在高位还是被吸收了。我知道的情况是，目前散户并没有在高位买入，反而是链上的主力贝莱德等机构在高位还是积极买入的。目前这里的横盘震荡是长线投资者把第一位买在低价的币卖给了链上的主力，然后也卖给了机构。而主力机构呢，又是中长线的资金啊，就以长线来看，比特币这段牛市在这里还没有结束，后面呢还是有很高的上涨空间的。那么目前的价格又在高位进行横盘震荡，但比特币还是表现出了一个强大的韧性的。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中长期都是看涨。不过这里短线呢仍然是有风险的。接下来可以看到比特币4小时图。目前在4小时内，短期呢就是偏空的，冲高一段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放了一段比较大的量，那这一段量大的部分的话，基本上都是空军了，回补的动能也都是产自空军这里。每次冲高之后呢，量反而没有那么大，反之随后出现了比较大的空头动能，直到后面调整的这几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空头的量呢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中长期还是以看涨为主，短期的回调压力仍然存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恐慌与贪婪指数，目前呢还算正常的范围。很多散户会觉得看恐惧和贪婪指数就可以知道它会不会继续上涨，其实并不是啊。我看恐惧和贪婪纯粹是要知道目前市场的情绪，那有没有在正轨上，价格上涨情绪贪婪，这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看到这项指数标志90，市场就会一片大好嘛？其实也不然，这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如果后续贪婪指数有继续上升，那么市值5兆的比特币机会就要大了。市值5兆的比特币价格应该会去到哪里呢？这就要说到比特币市占率的问题。目前比特币市占率来了一波幅度挺大的回调，而且它跌破了前低。我们在前段时间的话有给大家出过一期交易视频啊，我们是预测 Q3 季度的话将会飙升至13万比特币的价格啊。那当时的这个算出来的话，数额是由比特币市占率 50% 来计算的。那因为此前的话，比特币来到高点的时候呢，市占一般都是在40到60百分比，所以呢，取一个中间值 50% 计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目前比特币的流通数量是在1989万颗，那这样换算下来，本轮比特币的最高点可能会落在15万。那目前我们已经知道它已经达到 12.3 万了嘛，换句话说，保守的预估这一轮可以到13万左右，那没有意外的话可以到 13.5 万。这其中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比特币的 Super Cycle， 我们都知道比特币因为奖励减半的机制，过去16年都存在4年的周期啊，那么每一轮只要到牛市的分配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一定会有人跑出来说，那这轮比特币应该不会照4年的循环了吧。比特币的奖励机制呢，算作比特币运作的根基啊。即便你觉得以前是50颗降到25颗很多，现在才从6颗降到3颗，影响没那么大。但你要想，当时的比特币1颗才多少钱？
现在从6颗降到3颗的话，已经差了几百上千万，你觉得没影响吗？铁定是有的，因为不管是什么时间，别的矿工都有矿工成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大部分资金还是要遵循着这个循环周期去制定投资策略，才让资金发生最大的效益。那目前 Q3 的状况，自己认为啊，它还是在盘整阶段，那这种三角收敛，后续还要再往上拉，所以比特币呢不要乱做空，宁愿做多也不要做空。因为现在下面的支撑很硬，你左侧去赌这样的风险会很高。那如果这个三角收敛最后是往上突破，9月前的话到13万真的不是什么难事。第二个重点是以太坊为什么这么疯狂，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最高点的话已经来到3838的价格，那这个价格距离4000的话仅仅只差100多。如果你现在要成为一个上市公司买币，成为全世界第2把交易，在过去呢，我们跟着微策略去囤比特币，要囤仅次于第1的持有量。但今天呢，汤姆里告诉我们，谁要去跟你囤比特币，我要囤加密市场的2个以太坊。我成为囤最多的，我不也成为第2把交易了吗？于是狂扫30万枚 ETH 登顶，成为最大的持有者，而且他持有的数量已经超越了以太坊基金会。他今天选择以太坊这条路，在这个时机点做这件事情，有个很大的优势是，如果你现在要去跟随微策略去买比特币，因为微策略已经囤了4年比特币了，你很难超越它了。但是如果现在你去囤以太币的话，上个礼拜的第1名 ShopLink， 它就算加上这个礼拜收购的数量也才 29.4 万枚。你要超越这个数字的话，你相对来说的话，资金肯定是比比特币花的要少一点。那以太坊的第2大焦点就是我们过去一大段时间呢，看以太币这么跌，我们都坚守着一卫兵的信念。就我们知道以太坊绝对有一张网炸会在某一个时间点打出来，那这张网炸会有3个阶段。第一阶段，它允许了较大的以太坊资金能够快速的质押和提领。为什么这是第一阶段呢？因为这张网炸就是以太坊质押 ETF 这件事情，机构来讲，我如果今天买进去卖出去的时候呢，一般来说要等好几天，变成说我买以太币就是买以太坊还要定损锁仓的概念，那这个风险其实比较大，可能 SEC 的话不会审过，但这个升级升过之后呢，大额的以太币质押性跟提领出来的速度会快很多，更有可能让 SEC 点头批准。第2阶段，贝莱德在这个礼拜申请了以太坊质押 ETF， 可能你不知道贝莱德是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几乎公司的第1名和第2名的股东都是贝莱德，并且呢，它历史上申请 ETF 的成功率是 99% 以上。虽然这件事情还没有盖棺定论，但是懂的人都知道，以太坊质押 ETF 那个可以不但让你轻松买进以太币或者是资产增值的产品，同时还可以让你的年化多赚3到 5%。 对你来说3到 5% 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对大资金的投资人来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相信已经完成它的第2个阶段了。我们目前所处的第3个阶段就是等，现在已经是友善加密货币的 SEC 主席等待他点头过关了，然后他就会尝试给所有的机构投资人做买进。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产品上线的时候就会有一大堆人去买，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产品一上线一定会有大堆新闻在那边爆料。然后一样，这个以太坊现在涨的是非常多，但距离我们真正的荣光值还没有达成。我们以太坊历史最高点是4800美元，而我们在3700到4000美元区间范围之内，那这个区间范围呢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压力位。我们前一个阶段达成的月份是5月份，现在是7月中，所以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时候呢？大家都在说 maybe 9月份。9月份大家传的最多的也是山寨机来了，有可能会迎来真正的狂欢。不过呢，以目前来看的话，肯定不是近段时间了。虽然最近都涨了其实每个币都有在涨了，但唯一达到山寨币标准的主流币只有 XRP， 其余的山寨币则呈现出一种轮动的状态。你看市值前20的山寨币就可以知道，目前各个山寨币的项目方一定会想尽办法让更多人去接盘。其实每一轮山寨币的逻辑都比较简单，只要程序到位，就可以像比特币巨鲸一样，就会有人或者是项目方本身去炒这些山寨币。因为跟比特币相比，它炒币的资金量体就不需要很大。那这一轮很明显有几个比较亮眼的山寨，在这里最近的话都是有起色的，比如说穗，比如说海豚。在影片的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自主设计的交易指标平台，相关基础教学已经出过几期视频了。平台呢，现在增加了打卡、绑定等一系列任务，通过完成任务，后续就会有空投，大家拭目以待。哦，对了，别忘记，如果您是刚入圈的新人，或者是正准备进军加密行业的小白，请一定要选择用户量大、信誉良好的交易平台，列入我们的币安交易所。
OKX 交易所，你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可以享受到永续手续费减免20%、数字盲盒、新手福利等诸多便利，赶快注册起来吧。另外呢，我们协同币安跟单平台开启了 AI 数据大模型的新时代，你可以利用自己手上的闲置资金赚取意想不到的利润。那么入口的话，就是大家所看到这一个入口。